老东西，我魔族的人也是你能动的。福神塔的人眼眸一缩，2对1，而且都是半步大神境，他们的至高神必死无疑。哼哼，修邪老祖，你还在等什么热闹？等我一死，等着你的也就是这2人的加工了，还不现身？至高神，没想到你还有向老夫求助的一日。我当邪千面是谁杀死的呢？又当你福神塔一向趋利避害一流，怎么会和我们修邪师宣战？如今看来，倒都是受了这小丫头的挑拨。那股杀意直指一念，一个小小的天灵境，竟然将我们握在手掌心，翻来覆去的耍。邪万，你果真没死。我只要那个叫做阴念的女人，剩下这些所有人都可以给你们修邪师享用，如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得你福神塔向我低头。孩子们，去吃饭吧。邪万一挥手，无数的修邪师和福神塔弟子冲向了天一州各处。老宗主的声音震耳欲聋：御敌，背水一战，不必留手。话音落下那一刻，袁仙虽已经杀向了至高神，蘑菇已经遍布了一念全身。念念，袁杰咬着牙，将被蘑菇折腾得浑身是血的一念带进了旁边有袁仙穗阵法加持的房间当中。他一定会救你的，你放心，袁仙穗一定能杀死那个至高神的。袁杰不断地给一念清理伤口，可下一刻，却见重伤当中的一念抬起了手，在袁杰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袁杰，我竟然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将全部的赌注和希望压在别人身上了。袁杰一愣，却看见一念一把抓住了自己右脸上冒出的蘑菇，狠狠地往下一撕，血肉伴随着血浆一起飞溅，砸了他一脸。可一念畅快的笑声却灌入耳中。我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他们已经为我拼尽全力，我岂能什么也不做，光靠着别人过来救我？那我才真的是要死在这个玩意身上了。一念看着被他握在手上却逐渐挣扎的蘑菇，你想吞了我，那你就看看我们到底是谁吞了谁。他已经发了狠，猛地咬住这个蘑菇的脑袋，一口咽下。一念身上的蘑菇们竟然在同一瞬间发出了惨叫声，从来没有人敢生吞诅咒的。一念一口吞下，只感觉腹中绞痛难当。你们汲取了至高神的灵力养分，可从我身上离体那一刻，你们也是我可以吞噬的养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你们身上的养分能量如今是我的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你们身上的养分能量如今是我的了。蘑菇们在他身体里面疯狂的扎根，可一念动作更快，一把一把的将蘑菇从自己身上拉扯下来，生吞下去。他不再管身上源源不断长出的蘑菇，还是忍着剧痛，开始吸收被他吞进肚子里的蘑菇。蘑菇变得越来越弱了，他吞噬的速度却越来越快。下一刻，无数的魔元素开始暴动，围绕着一念发出了欢乐的尖叫声。袁杰不可思议地看着一念，念念，你，我该当面谢谢他的。一念冷笑一声，抬手把门窗直接用灵力冲开。喂，五根绿头神！一念扬起了手，当着至高神的面将最后一颗长在他心口的蘑菇拔了出来。这是蘑菇的本体，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当中，一口咬住那挣扎尖叫的蘑菇。感谢你啊，给我送来晋级小点心。念念，你怎么？你疯了！你在吃天道！哼，天道，他算是哪门子天道啊？一道诅咒罢了。就算真的是天道，我就是吞了又怎么样呢？天道想让我死，那我就撕了这天道。两道惊雷同时落下，魔元素已经开始在天空上翻滚着。修邪老祖被这两道雷弄得心惊肉跳。小儿猖狂，看我不取你狗命！他也不知为何，明明一念现在实力和他们差很多，可就是看着心惊肉跳的。哼，你能过去便试试看吧。他背后的羽翼徐徐展开，像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一般困住了修邪老祖。念念，别硬撑，你现在的身体怎么去升级？你怎么知道我撑不住呢？下一刻，无数的魔元素已经开始对他身体冲了过来，而体内灵力也开始沸腾翻滚着。至高神竟然在他身上感受到了自己灵力的气息。你，至高神一个晃神，被袁熙岁的阵法光刃猛地刺穿了肩膀。而在他们身边，大神子他们都和天一州的人混战在一起，两方对战。
天灵境强者竟然还不如修邪师和副神塔那边多。他看见那些天灵境强者在苦苦支撑着，可天空中依然有不少人受伤落下，生死不知。那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人，是这场战役当中被称为同伴的存在。一念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眼底的血色。实力。一念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衡身上的灵力和魔元素。魔元素和灵力互相焦灼，将他整个人的表皮都扭曲了起来，经脉鼓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血包。念念，别继续了，真的别继续了，你想死吗？一念的身躯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恢复过来，他砰的一声摔在了地面上，黑白圆盘疯狂地吸收能量，似乎是在等待一场彻彻底底的新生。一念似乎是被痛晕过去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至高神见状，猛地看向了袁心碎。袁心碎，我还以为你有多爱你的小姑娘呢。他已经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袁心碎比他想象当中还要强大很多，再这么下去，他会灵力枯竭了。你看看你的小姑娘，像条蠕虫一样，心疼了吗？阴女，你可看见这个好男人了？你们的小姑娘可马上就要死了。他本意是想让袁心碎方寸大乱，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袁心碎越来越猛的攻势。袁心碎，你要眼看着阴念死吗？我的念念为什么要死？袁心碎面色冰冷的可怕，他没有转身，更没有回头，手上的招式却一招比一招凶狠。我信他，你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明白的。一个男人真心实意的为自己喜欢的人感到骄傲和信任是一种什么滋味？哼，说得好，我看你终于顺眼三分了。魔族的孩子比起被救，第一首选先是自救。护根神，你当我魔族为何从远古开始便是数一数二的凶悍种族？哼，因为我魔族人的血是热的，不像你们腥臭虚伪。天女的话似乎是为了应和一念，又是两道惊雷。一念身上的灵力开始猛地胀开，元劫交集的声音从底下传来：不行，太多了，念念，你吸收不了的。至高神脸上露出疯狂的笑意。我的灵力岂是白拿的？阴念，贪心太足，可是会死的。可下一刻，那海啸般汹涌的灵力竟然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凤元的方向涌着。涅槃之力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飞快地将所有灵力全部吞纳，一团火将一念尽数包裹住，血肉重生。他的手脚扭曲的胸膛全部都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一念紧闭的眼睛猛地睁开，下一刻体内那黑白圆盘轰的一声彻底炸开，变成了一颗黑白交织的蘑菇，无数的诅咒之力遍布其上。可如今这些诅咒是为一念所用的，无数灵力和魔元素冲击他的身体，2星天灵境、3星天灵境、6星天灵境，要感谢至高神慷慨的馈赠。睁开眼睛的一念缓缓地露出一抹真心实意的笑容。一念抬头看向了那一处伤亡最重的天灵境战圈。走吧。对了，我的红伞上次废了，我去借点趁手的法器过来吧。对了，我去借点趁手的法器过来吧。借？一念甩了甩手，猛地冲向天灵境战圈当中。来得好！你以为你如今靠着吸纳至高神的血变成6星天灵境就是我们的对手了？一念扭了扭自己的脖子，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方才那还在狂笑的男人张开的嘴巴里面忽然生出了一颗巨大的蘑菇，他的手上腿上全都开始长满密密麻麻的蘑菇。他像是被吸干了水分一样，猛地弯腰开始挖着自己的喉咙呕吐着。可怎么办呢？那蘑菇越长越多了。下一刻，一念来到了他面前。你的法器不错，我借用一下可好？不等男人说话，他便一脚把那男人踹飞了出去。好了，你不回答我，我便当你是默认了。对了，这招是我自创的灵术，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贪疾。男人发现身上的蘑菇怎么也拔不完之后，便朝一念杀了过来。可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虚弱下来，一念灵巧地躲开，一边躲一边冲他们笑着。贪疾啊，便是贪欲极趋，他们会吸附在你的身体上，直到榨干你们身上每一寸养分和灵力，然后忠诚地输送到我的身上。顶上那2个半步大神境倒是想过来弄死一念，可没有办法，袁心碎和阴女实在是太凶狠了。至高神就眼看着一念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跑来跑去，只是没想到一念路过他旁边时又冲他笑了笑。
要不是你把诅咒菇培育的这么好，我也创造不出贪奇这样优秀的灵术。再一次真诚的感谢您呢。至高神被一念气的气血翻滚，袁心碎抓住他一瞬间的动怒，又是一道光束穿透他胸膛。一念看了他一脸有精神的样子，眯起眼睛，真不愧是半部大神境啊，血可真多。至高神听见了这句话，顿时勃然大怒：无知的贱人，你这蘑菇便是能取灵力又如何？只要在灵力枯竭之前杀了你便可以。雕虫小技，还敢沾沾自喜，哼，简直可笑！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看来你们都不了解贪奇灵术的可怕之处啊，只能针对一个人。哼，愚蠢的人才会说的痴话。在场所有修邪师和附身塔的人突然浑身一麻，哪怕是正在对战的人都生出了几分不安来。下一刻，一个巨大的光圈出现于他们脚下。啊，是阴念的宣誓！快跑啊！拦住他们，死也要拦住！死？我要是愿意让你们去死，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阴念缓缓闭上了眼睛，他体内的黑白蘑菇扎根摇晃起来。什么东西？走开，都走开！以他为中心，宣誓所在的范围之内，所有修邪师和附身塔弟子身上都出现了无数的蘑菇，无数精纯的灵力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流逝掉。我要你们都活着，我会让你们都活着的。这话让在场所有的人精神一振，连带着伤口都好像不是那么痛了。阴念虽然不是在场最强的人，但奇异的是，他反倒是能给他们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因为阴念从不倒下，他永远站在他们前面。行了，站吧，一个也不许死！话音落下，阴念第一个冲了出去，跑出他的圈室！修邪师们彻底慌了，他们的实力被蘑菇压制得很厉害。为什么他的这些招式都是范围这么大的？该死的！场面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一边咒骂，一边还要躲避天一咒这些人的攻击。天一咒的众人越战越猛，而他们越来越虚弱了。修邪老祖死死盯着阴念，得杀了这个人，一定得杀了这个人，我以一切代价。旁边传来一道嗤笑声，却不是对阵的阴女，而是变成虚无体的无上神域第一学院的4个人。没错，他们又来了。这老东西倒是聪明，看出阴念潜力巨大呀！哎，我先说好啊，是你们要来看他，我才勉强来看的啊。小辫子老师努了努嘴，给自己一个巨大的台阶。不过阴念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往回倒着长了？没了诅咒菇，阴念竟然也还是那副3岁的模样。是诅咒菇。院长阮琴眼中露出诧异的神情。这孩子是怎么收服诅咒菇的？诅咒之力竟然能为他所用。不过这份诅咒之力还没完全化解，估摸着过2天就能恢复成人模样了。哎，可不是嘛，太闹腾了！我们第一学院就没有过这么闹腾的学生。小辫子漂浮在半空当中，让着大家根本看不见他，就越发嚣张了，甚至来到一念身边，瞪大了眼睛看，结果看着看着就冒火了。往左，哎，再往左，打他腹部，他腹部是弱点呐。哎呀，阴念呐，你眼珠子往哪儿粘呢？嚯，脑浆都给你打出来了！哎，小心点啊，衣服都脏了。阮琴看着小辫子一边对一念万分嫌弃，一边又只跟一念絮絮叨叨，忍不住露出了一个笑容。青云，你怎么看？阮琴笑着看向了阮青云，却发现阮青云怔怔地看着一念。阮琴愣住了，她从未在阮青云身上看过这样的神情，似乎是有几分欣慰，还有几分向往。院长，你听见他刚才说了什么话吗？什么话？他说一个都不能少，还有他们都活着。我已经有许多年都不敢说这句话了。阮琴脸上的笑容顿时淡了下去，就连旁边的副院长清风也跟着沉下脸。院长，副院长，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学院大赛死了多少人吗？阮琴闭上了眼睛，怎么会不记得呢？那些鲜活又年轻的孩子，每次都是他亲自送他们上赛场。我这个首席当的可真是……母亲，如果一念成为我们学院的首席，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呢？阮琴看着一念，或许吧。这个孩子，他的目光在一念身后的尾巴上一扫而过，压下心底的不安。那也得他先活下来，活着到我们无上神域才行。看他的仇家比其他预备生所有仇家加起来都要多了，还有2个半步大神境，可真厉害。那让他快击的大神境不就可以了？阮琴面色一变，
青云，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你现在脑子里那些想都别想。我们无上神域的人不可以插手底下小世界的命运，这个你知道吧？若是不想被那些人抓到我们对下面的人施以援手，你就安分一些。温和的院长极少这样疾言厉色的。这边的动静甚至吸引了一心跟着一念的小辫子老师。怎么了？怎么好好的吵起来了？青云呐，你又和你娘亲吵架了不成？阮青云是阮清的亲生女儿，可这两个人也是很奇怪的，这话直接触到了阮青云的敏感点。不敢高攀院长，我们算哪门子母女啊？阮青云嘴唇微微发抖，最后看了一眼一念。我突然想起来，学院中还有很多事要我处理，先走了。他的身形轰的一下便消散于空中了。这孩子不会真要悄悄给一念破格给予一些便利吧？我会盯紧一些的。一念这个孩子，阮清捂着额头，视线再一次落在他身后的尾巴上。他的身份，罢了，也不知道招来我第一学院到底是好事还是灾祸，但这到底是青云选中的人。小辫子，走了，再看下去，你那些学生该没人管教了。小辫子还有些依依不舍，但三人的身形很快就在空中散去了。而这边，一念已经将天灵境战圈完全稳住了。就在这时，赤鬼谷大长老带着赤鬼谷的人解决完风家那边的事情，也赶了过来。念姑娘，你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便交给我们好了。如今魔族出，我们县族也不必怕他福神塔了。他们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黑袍，一念眼头猛地一缩，每个县族人的腰上都抱着一个小小的孩子，孩子比正常孩子要瘦小，看似灵动，却有些木讷。您不是一直好奇我们县族的偶娃娃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吗？今日便展示给您看可好？这些是我们县族最强大的对敌至宝偶娃娃。大长老抬手，那些小人就一个个跳了下来，蹦蹦跳跳的朝着对面的战局冲了过去，不像是去杀人的，像是去郊游的。可是偶娃娃不是傀儡娃娃吗？一念一直听袁心碎说这个，他刚从白头山出来的时候缠着他，想让他当自己的偶娃娃。一念一直以为是自己当时那个身体没有呼吸的缘故，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的娃娃。不是的，念姑娘，我们县族的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个偶娃娃，这个你知道吧？知道，袁水水说过。虽然一开始确实是傀儡木偶没有错，但是日复一日的用我们的精神力和心头血酝养出来的偶娃娃，会逐渐的有自己的意识。他死，我们便也死了；他在，我们的阵法便能发挥出3倍的实力。县族从不认为偶娃娃是我们的傀儡，他是我们一族最亲密的家人，说我们便是当孩子养的，也没什么差别了。这是我家小雪宝，是个女孩子。小雪宝眨巴着眼睛，腼腆地看着一念，姐姐漂亮，这么乖的宝宝。一念冲他笑了笑，大长老看见一念的笑容，顿时也跟着笑了。所以啊，念姑娘，您可千万别因为我们少主之前满口的偶娃娃就觉得他羞辱您。外面的人总把我们的娃娃称为傀儡，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是我们这一辈子都要一起支撑着走下去的家人。这样说，一念肯定可以理解了，是不是？一念重重点头，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袁顺水一开始就想当我爹了？大长老一头问号。不。行了，大长老，我都明白，您不用说了。大长老心里在狂吼。哎呀，你不明白，你明白什么了？明白呀，我们是当成孩子养没错。可他们家少主显然脑子不正常，在白头山底下又没个人教他，他还没有来得及和自己的偶娃娃定气，全族就被杀了，他懂个屁呀！他把你当成心上人养的呀，不是父女情，是男女情。大长老很想不顾形象的咆哮，但是一念已经再次提剑杀了出去，他兴奋的脸上的婴儿肥都在颤抖着。太棒了，太棒了，大长老，崽子们都很厉害呀！偶娃娃们是真的很厉害，随手一甩就是阵法，还是3倍叠加。等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弄死他们。大长老叹了一口气，算了，先对敌吧。不过刚才我们少主说很喜欢你啊，娘姑娘，当时你在忙着晋级，没听见吧？
那么痛苦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听见呢？不啊，我听见了，我也很喜欢他，我也为他感到骄傲，发自内心的。阴念用拳头咚咚地捶着心口，他左边脸颊上写着不懂，右边写着爱情。赤鬼谷的人无语了，他看起来就是一脸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的牛脸。比起谈论这些事情，阴念还是更喜欢打架。他一招手，小崽子们，跟姐姐走，姐姐教你们怎么打架。一个两个光明正大的往前怼着，真是浪费了这些偶娃娃的小小身躯的优势。偏偏这些偶娃娃都听他的，阴念振臂一挥，他们就跟着跑了。行了行了，说起来我还觉得亏心呢。咱们少主多大了，阴念多大呀？这么一想啊，咱们少主真是不当人呐。阴念带着这帮小家伙立在战场边缘，神情严肃。你们知道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其中看起来最灵动最聪明的小雪宝说着。正面干。错，大错特错。战争当中最重要的是偷袭。何为偷呢？躲躲藏藏，鬼鬼祟祟。何为袭呢？出其不意，一招爆头。阴念说的无比的激动，好似在讲述天底下最正义最光明磊落的大事一样。旁边的人听了一耳朵都觉得脑子嗡嗡的响。是这样的吗？有几个弟子一脸被颠覆了人生观的模样。当然是这样的。他笑得神采飞扬，半点不觉得自己说这话有什么好丢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退敌和保命从来都不是只能选择一个的问题。所有人都被这话给镇住了，看着阴念的神情开始带上了几分钦佩。突然就看见阴念朝前一个卧倒。快来快来，孩子们，和我一起趴草丛里。刚才我出去闹了一波，他们精疲力竭，我离开了，正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我会偷袭的。阴念飞快地融入那堆草丛里面，前进的时候那小屁股一扭一摆，像条前进的大青虫。很快比他更小的人体虫虫们也都扑倒在草丛里面。向前进，向前进。弟子们抽了抽嘴角，所以刚才他们为什么会觉得阴念竟然有一瞬间光芒万丈的错觉呢？咱们还是看上面吧。受伤在休息的弟子们抬头看着天空上的战圈，半步大神境的战斗可是真刀真枪的干的。你看那至高神要撑不住了。大家眼睛一亮，两个半步大神境，今日总要斩杀一个吧？只要能斩杀掉一个，接下来的战局他们便可以轻松一些了。而此刻就在离天一州的不远处，阿西的伤已经都好了。他遥遥看着两处最大的战圈。至高神要死了，这可不行啊，让魔族独大可不行的。说起来，咱们少主的偶娃娃要是能赶上定期就好了，可惜了。是啊，少主当时拿到偶娃娃的时候可高兴了，还给起了名字，刻了名牌，我记得是叫阿喜吧。叮咚一声脆响，哗啦啦的风声伴随着一块块木牌被磕响的声音一起响起，莫名让人觉得心慌难当。那是什么？天空当中，一群密密麻麻的红毛小娃娃带着诡异的笑容盯着他们。最中间那个男人把玩着一串木牌，他们看不清楚上面的字，只觉得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十分的不舒服。挺热闹的呀。阿喜把自己的木牌给压下，挥下一掌，直奔袁仙碎而去了。袁仙碎轻松避开，但与此同时，和那至高神的距离便也拉开了。至高神虽然不知道来人是谁，但总算可以喘口气儿了。喂，过来，帮我解决袁心碎，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他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给我赏？那你这辈子怕是都给不起了。说完，无数阵法排山倒海一般的出现在至高神脑袋上，打在至高神身上，让他痛呼出声。天一州的人都愣住了。啊，这是友军？可下一刻，袁心碎要去收拾至高神的时候，那光阵却又对着袁心碎的方向了。这可不行啊！他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死。阿喜看向了至高神，还不快些滚！如果我后悔了，你今天可就得死在这儿了。这人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敌是友啊？还不等他们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就看见那个难以捉摸的男人突然看向了阴念。哎呀，小宝贝儿，第3次见面了。话刚出口，凌厉的攻击已经落下，阿喜躲避的有些狼狈。怎么啊？我说都不能说啊！咱们县族少主可真是护短得很。袁仙碎目光沉沉地盯着他，眸中涌动的是别人看不懂的光芒。
他看了一眼阿西手上的牌子，脸上半分诧异的神情都没有。在这样从容的注视之下，阿西的笑也没了。认不出我了？也是，你如今要什么有什么，认不出我也正常。但是我记得，我们都记得。无数的小娃娃漂浮于他身后，纷纷开口：阿西没有错，阿西没有错，阿西做的都是对的。大长老整个人都在发抖。你们，这些都是县族的偶娃娃，是那些死去的县族人的偶娃娃。可这些偶娃娃不是早就该消失于这个世间了吗？阿西，是我，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活下来了？明明都没有和你定气。不，我不好奇。他脚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光阵，地面开始颤抖起来。之前差点杀了念念的是你？没错，是他。既然是你，那就没必要说了，索性都是要死的。把嘴闭上。当年你刚被雕刻出来的时候，与我一同看的阵法，与我一同听的心法。袁心碎弯了弯唇，那双眸中并无半分温情，只剩下万年不见的疏离冰冷。阿西愣在原地，他好似从未看透这个主人。我们的阵法更是同源，只是你就这点出息？袁心碎一边说着，一边抬起了手，朝着阿西的方向轻轻一压。阿西脚下的光阵在袁心碎抬起手那一刻轰然碎裂。丢人现眼的东西，拿着半成品的阵法出来，是想做什么？阿西看着骤然碎裂的阵法，脸上的肌肉开始疯狂颤动起来。天一州的人今天已经见了太多国外的事情，原本以为没有什么事能影响到他们的心境了，却没想到还是被结结实实的震惊了。县族的偶娃娃竟然都是开了灵智的活物。天空之上，袁先碎瞬移出现在阿西的身边，被骤然掐住脖子的阿西被砸进了离得最近的一座山脉当中。无数阵法覆盖，炸了阿西所在的整座山脉。袁先碎缓缓揉着手腕，我知道你没死，好歹也是我曾经的偶娃娃，没那么弱。不好，福神塔的人跑了，至高神溜了。一女想追上去，可那些小人偶竟然一个个的开始在他身侧自爆。哇！大长老双眼血红，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小人偶看着大长老，自爆之前露出了一个空洞的笑容。我们做的是对的，大家都去死才好呢。看着这些曾经十分熟悉却已经不再是自己认识的偶娃娃的小娃娃们，袁心碎有一瞬间的愣神。下一刻，一道流光冲向天际，是阿西趁着这个空档跑了。小宝贝儿，咱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的时候，我可要拧断你可爱的小脖子了。这话是对着耶念说的。大长老捂住了自己一阵阵发痛的心口。为什么他跑来搅浑了这滩水，只是为了将至高神和血血老祖放走？这些人都是他们县族的仇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完了，来不及了，他要跑了。这么多年，阿西藏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次消失，如果他又再一次藏匿起来，那该怎么好呢？袁先虽想追上去，但他脸色骤然一白，脚步一顿。一群人正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猛地从离刚才阿西所在位置最近的一簇草丛中弹跳了起来，还是那个销魂的偷袭姿势。刚才我摸过来，把一颗小魔元素藏他身上了，还有那些偶娃娃身上，我也都藏了一颗，让他们跟着一起去老巢，再把位置报给我。我说你们呀，也别光顾着正面干，行不行啊？诸位，我说过那么多次了，战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偷袭啊！偷袭！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念，都愣着干什么？走，现在咱们就找过去。他跃跃欲试要追过去，却被人压住。你不能去。一念愣住了，打架不带他，凭什么？这还是他想到的办法呢。只有小神境强者能跟着我去追击，这一次追过去便是别人的地盘了。我们还得分出心神来顾着你，弊大于利，带着小神境强者，至少大家打不过了跑总是没问题的。小傣种才多大，脑袋上的毛都没剃过几次，这种时候就别上赶着往前凑了。一念有些不甘心，那魔元素是我弄出去的，他们听我的话。说完这话，一念就仿佛为了证明自己说的一样，周身浮现出不少的魔元素，他们高高兴兴地在一念身边蹦跶着。一女忽然笑了一声，你让他们听我的不就行了？一女冲这些魔元素们招了招手，魔元素恋恋不舍地看着一念，可下一刻一女脸色一沉，
过来。小团子们抖了抖，犹豫了片刻，还是哆哆嗦嗦的靠过去了。看，这不就行了？那让大家也休息一日，魔元素之间互相都有感应的。我们现在追过去，反倒是让阿邪那边起了疑心了，那就不好了。一女转身看了看身后一群浴血带伤、筋疲力尽的人们。行，那些小人偶们到底多强？阿邪的老巢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人？他们不确定。这时候贸然追出去肯定不好。休整！一女抬手，直接对所有人下达指令，没有任何人敢不满。一女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再加上现在他们天一州算是和整个五州作对了，要是没有魔族的支持，被福神塔带的人吞掉是早晚的事情。袁心碎看向了老宗主，天一州不是有御敌大阵吗？我让赤鬼谷的人陪着你一起将大阵修补好，重新开启。老宗主双眼一亮，啊，能修补好吗？论起阵法，谁能比得过我们县族？哎呀，那就赶紧的吧。真正将被叛徒弄坏的大阵修复好的话，他们天一州也算是有点底气了。见赤鬼谷的跟着走了，一念才松了一口气。他沉着一张脸往自己房间走着，殷满看着一念的背影，我看他是还没有放弃啊。不放弃又能怎么样？他这段时间接连升级，对他来说不是没埋下隐患。咱们修炼最讲究的就是稳扎稳打。小崽种天赋好，抓住一点点机遇就能往上窜，升级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我得让他缓缓才行。再说了，不到小神境也确实不适合过去，反倒是碍手碍脚的。难不成他还能在一夜之间直冲小神境？殷满摇头，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那一念的根基都得废掉，拔苗助长可不好。不过袁心碎人呢？刚才看他自己进房间了。殷满挑眉，稀奇啊，袁心碎竟然没有跟着一念一起。可能是自己偶娃娃突然变成大活人的事情刺激到他了吧？啊，说什么屁话呀！我们小主人说，袁心碎被压在封印之地的时候很小，还带着几分赤子之心呢。心思脆弱敏感，见不到自己熟悉的人就会失落、伤心、不安。古怪反复，也都是因为幼时全族惨死才这样的。其实很需要人小心呵护。所以啊，他这会儿难过的回房间，咱们就让他自己安静一会儿吧。师大正不愧是兽人族没头没脑中的代表兽兽，众人都纷纷闭了嘴，总觉得一念对袁心碎的误会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愿意宠着呀。而此刻被人关注的袁心碎一脸煞白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右手穿在桌面上，手上青筋暴起。袁心碎压下翻涌上来的沸腾血液，双眼赤红地喘息着。在这世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如今他所承受的痛苦就是他非要强行留在小世界的代价。他现在是绝对不能走的，算上阿袭，福神塔那边已经有3个半步大神境了。他走了，他的念念怎么办呢？更何况他在小世界里面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阿袭，袁心碎眯起了眼睛，眼底有滚滚的戾气。为了不吓到他的念念，袁心碎走到了镜子前，抬手缓缓地摸着自己的脸，将他眼中的戾气和狠辣尽数抹去。另一边的房间里面，一念气鼓鼓地躺着，结果越想越生气，又像条愤怒的鲤鱼一样在床上蹦了起来。哼，不带我，我实力太差了，不带我。旁边拉了他们几个大气也不敢出。睡什么睡啊，实力这么弱的我哪里有睡觉的资格啊？睡什么睡啊，实力这么弱的我哪里有睡觉的资格啊？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金莲印记，哦，我好像还是那个什么学院的预备生来着，去那边看看吧。那边有专门修炼的地方，时间的流逝可和他这里不同呢。一念想到这里，立刻把精神力渗透进去。一念原本以为会听到那熟悉的冰冷没有起伏的声音，却没想到。还知道你是第一学院的学生呢，你怎么不干脆过了年再来呢？看把你给能耐的。一念吓了一跳，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古古怪怪的小辫子老师的声音呢？应当不是吧？这声音骂完，又听见他叹了口气，用稍微平静了几分的语气说着：欢迎进入第一学院灵虚境。一念摸了摸自己脑袋，应该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看来最近第一学院的预备生们都十分懈怠呀。这不，现在欢迎他们的声音都这么暴躁了。一念摇了摇头，正打算狗头狗脑的狗进去呢，却没想到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便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声音：阴念
以至灵虚境。啊，是谁？是谁在他耳旁大声逼逼？旁边的人早已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小辫子老师发的是什么疯啊？忽然在大门口弄了个这个东西，谁过来都要说一声名字。有什么意义呢？哼，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等那个叫王二狗的来了，我一定让他好好喝上一壶。我们就是想看看那个妹妹，到时候拉妹妹入我们的势力里，她肯定非常合我们的胃口。一念耳朵抖了抖，势力，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学院，大家也都分成一个个小势力呢。一念摇了摇头，正要往前走，却听见那素来只报一下名字的声音竟然又开始响起来。这一次，这声音里面竟然带着几分不怀好意。首席预备生殷念，学院曾用名王二狗，人送外号妹妹，以至灵虚境。一念的脚步停在了原地，现场本来十分嘈杂的大门口顿时变得一片死寂，只有风吹的声音和一念额头之上冷汗滴落的声音。王二狗，妹妹，这俩竟然是同一个人！我不信，妹妹是个特别光明磊落的人，怎么会是那种偷看人洗澡的人？不可能！啊，不是，你们都没戴耳朵的吗？首席预备生啊！一瞬间，大门乱成一团，已经有被王二狗气疯的学长们拔出了剑。他人呢？一念咽了一口口水，他被包抄了。好在现在他还是个3岁小豆丁，只要慢慢的往外面爬，是一定不会被发现的。一念开始伏地准备偷溜，但很快小辫子老师带着几分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给予我们的预备首席殷念最高的礼遇，赐予你无上尊贵的光芒。咚的一下，一念看着自己从头顶直冲上天的灼灼光芒，脸彻底的绿了。他就像是黑夜当中最亮的一盏灯火。好啊，王二狗，你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让我看看你是……几个喊得最凶的学长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哪儿来的小孩？一念轻叹了一口气，我就是一念，也是王二狗。当然，妹妹是你们自己喊的，和我没有关系。他背着手，自觉自己是一副高人的模样，深沉且无比的牛逼。可在这些人眼中，一个小豆丁真的嘀嘀咕咕的，奶声奶气的说自己就是让他们全学院关注的风云人物。这个小东西跳起来，应该可以打到他们膝盖吧？哎呀，我也不是为战，其实我本意只是想好好修炼罢了。可既然你们都找上门来了，来吧，战吧！他的眼神就认真起来，大家齐齐后退了一步，不知所措，脚趾抓地，这可如何是好啊？偏偏灵虚境里面还有源源不断的老生和预备生从里面冲了出来。我的天啊，太厉害了！这竟然都是同一个人。神呢？那了不起的人呢？耶，你们为什么都木着脸啊？他们纷纷往前冲着。这些后来的人也看见了绷着一张脸在发光的一念。哎，这个小孩谁放进来的？是不是得喂奶呀？谁有奶呀？急用！一念黑了脸，这些人在侮辱谁？旁边的一个学姐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便是我们的预备首席了，王二狗，妹妹都是他，本名叫一念。壮汉学长们瞪大眼睛，亲娘哎，这个小丫头还有3张面孔呢，他们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那喝灵牛的奶还是羊的奶啊？刚才那剑拔弩张的氛围已经没有了，被这几个蠢货碎得干干净净了。蠢不蠢啊？这个年纪早断奶了。哎，他之前过来当然不是这个3岁模样的孩子，约莫是吃了什么亏吧？学姐们脸上露出几分笑容，蹲下身子。哎，预备首席，跟姐姐们说说，是谁给你亏吃了？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啊！一念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轻哼了一声，没吃亏，反倒是因祸得福了。那你实力还在吗？不如我们先打一架。不，我要去训练室了。一念身后的尾巴一甩一甩的，大家又有些不甘心，刚想把他拉住，旁边一个人影就冲了过来。念念，来，跟我走，我带你去。念念，来，跟我走，我带你去。一念诧异了一瞬，这不就是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拿着糖葫芦的女人吗？要不是这个女人给他指路指错了，也不至于冲进男澡堂了呀。对不住啊，念念是我朋友，我有事情找他，我们先走了啊。等到了空旷处，一念才被放下来。多谢你啊，请问您叫什么？我啊，我叫庞乐，大家都叫我胖胖。你不胖，顶多算是圆润可爱，确实不胖。只不过但凡修炼得狠的人，大多身姿飘渺若仙，对比起来，庞乐便有些胖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实诚人。不过我可不是来帮你解围的，我是真的受人之托找你有事儿。哦，这个给你，这是我们无上神域里最好的伤药丹，最好的炼药大师在去世之前也只炼出了3颗。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就算只剩下一个脑袋了，都能让你活死人生血肉。有人托我将这个给你的。一念接过这个绿色药丸，脑子里第一句话便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下意识的要还回去。不成不成，你拿着，我只是来送东西的，你要是退回来，我怎么回去交差呢？那人说了，他也不是冤大头，给你这样好的东西也不是别无所求。谁知道听了这话，一念反倒是平静下来了。说说看。没别的，带你上我们无上神域的那一天，一定要选择我们第一学院，就只有这一个要求。我们学院的院长、副院长他们都十分看好你，而且我们首席如今实在是独木难支。说到后面，他惊觉自己失言，赶紧紧紧闭上了嘴巴。一念握着手上的丹药，有了这个东西，便是多了一条命。这份礼物的重量很重。你怎么知道我能上无上神域呢？你可能不知道，我在的小世界已经战火连天，能不能活下来还是未知呢。谁知道庞乐反倒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哼，所以除了这丹药之外，我受人之托还要送你一份机缘，你接是不接？什么意思？我们第一学院的后山有一处焚龙谷，那谷中栖息着一只巨龙老祖宗，是我第一学院的守护神兽。每隔1年，焚龙谷便会开启一次，巨龙老祖会吐出9道气息，龙息里有精纯的灵力，能吸收多少，你的实力便能提升多少。当然，我们以前从没有送预备生进去过，毕竟谁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活着来到无上神域。就算来到无上神域了，会不会被别的学院拐跑，也未可知。一念挑眉，他明白他什么意思了。你们想放我这个预备生进去？不，你想的太多了。你哪里值得我们正大光明的为你破坏千百年的规矩啊？我们学院也是要面子的。你们想放我这个预备生进去？不，你想的太多了。你哪里值得我们正大光明的为你破坏千百年的规矩啊？一念一头问号。但是你别急啊，这不是还能偷偷进吗？他手上出现了一道赤红令牌。只要你同意，来到无上神域之后一定选我们学院，那学院这边便想办法悄悄地送你进去。此事不可声张啊，除非你想挨打。一念看着这个令牌，倒是挺动心的。这世间有能力的人，便是会多受一些优待。这学院在他身上付出了，之后都是要索取的，有来有往。可是我没时间啊。放心，焚龙谷里的时间流逝自然是不同，谷中1年，外面只有1日。让我送令牌过来的那个人知道你不能在我们这里待太久的时间，你当我们什么都没为你考虑到吗？怎么会是什么也没考虑到呢？简直是考虑的太多了，有备而来，而且精准的戳中了一念需要的点。一念心底稍微疑惑了一下，第一学院怎么会这么了解他如今需要什么，又能及时送到他手上，让他无法拒绝呢？轰隆隆，巨响声传来，一座巨大的火焰山脉从地底深处拔地而起，火焰浓浆不断的从山顶滚落下来，看着十分吓人。可整个学院的气氛却瞬间燃爆，他们顿时顾不上什么学院首席预备了，纷纷凌空朝那忽然出现的巨大山脉冲了过去。哇，是焚龙谷开了，快些决定，去还是不去？庞乐想到那人叮嘱他的话，深吸了一口气。我顶上的人说了，若是你不答应的话，那金莲印记便一并抹除了。我第一学院也不会强逼人。金念在心里呸了一声，往他身上烙下印记的时候，怎么没问他的想法呢？将人带上来，见识了这边的好处之后，又说你想离开，还是可以离开的。金念不知道别的学院是什么样子的，可他此刻需要这个历练机会，他不想看着自己的家人日日去危险的地方搏杀，自己却只能待在安全的地方对付一些小兵。时间不容他多想，我去。好，我顶上那人说相信你的为人，你应下便是承诺，不会反悔，所以不需要你起誓约，我现在就带你过去。不得不说，这句话让一念心底还是有几分舒坦的。这学院虽然有些事情令他十分无语，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你顶上那人是谁？这个无可奉告，反正你不能告诉别人，我们给你偷偷开小门这个事情会给他带来麻烦的。知道了，一念无所谓，反正实力能增长才是重要的事情。两人来到焚龙谷的附近，一念便看见守山门的2位老师气势沉沉地看着面前所有的学院学生。9人出列。9道身形出现于最前面，4女5男，个个都神情激动。开山门，准备入内。其余学生，坐。
彼此说完，所有人盘膝坐下。虽然他们不能享受到龙息，可靠近老祖宗修炼，灵力会是平常的3倍多呢。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和大多数学生无关，可这些人还是如此兴奋。破风声不断的响起，那9人顺着先后顺序冲了进去。趁现在，速速溜进去，不要被人发现。一念点头，冲了。刚冲出去，就听见庞乐在身后喊着：“对了，因为你是我们额外加进去的，所以算是第10个人。可老祖宗1年就只乐意吐9道龙息，你得自己想办法让他喷你一口哈，就1口就得了。”一念一个激动，差点跌个狗吃屎。娘的，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怎么不早说呀？可现在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带着令牌凶猛地冲了进去。看着一念消失在眼前，庞乐才高高兴兴地拍了拍手掌。嘿，成了。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是什么事情来着？算了吧，想不起来了，想必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乐呵呵地走了，剩下这些学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大门口，场面十分死寂。你刚才看见了吗？我又不是瞎，我怎么会没看见？是谁给那个首席预备准备的令牌啊？学院是当我们是傻子还是瞎子？那么明亮的一束冲天光芒从我们眼前移动过去，我们会看不见？是了，一念头顶上那束光根本就没有熄灭呀，偏偏一念自己习惯了之后根本察觉不出，而庞乐又是天生少一根筋的，两人就这么不管头顶那道光，直接冲了进去。一念进了黑暗之地之后，才惊觉自己是个移动大烛台，他瞬间沉默了。这只能让送我进来那个自认倒霉了，也不知道是哪个。一念弯了弯唇，心情竟然诡异的感觉还不错。他往前迈了一步，却对上了前面9张陌生的脸。那健硕的学长也瞪大了眼睛。你怎么进来的？他想到了里面的老祖宗，顿时一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都说了给你准备灵牛的奶，你不喝，难不成你是打算喝龙奶吗？我们老祖宗是公龙。剩下那8位学生只想说，谁来救救方壮学长这脑子呀？学长，你就别说话了行不行？看你手上的令牌，是我们学院打算提前给予你一些支持了，是吧？可这支持也太大了些，哼！真当老祖宗的龙息是遍地生长的大白菜啊，任他挑选不成？这支持也太大了些，真当老祖宗的龙息是遍地生长的大白菜啊，任他挑选不成？萧青，说话别那么难听，他还只是个孩子啊。萧青无语。与此同时，在学院的会客厅里，一群脸上带着几分倨傲的人坐在院长阮琴的身边，一副要来算账的模样，而他们身后都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细尾。诸位远道而来，到我们第一学院有何指教？阮琴脸上是温和的笑容，只是眼中那浓浓的戒备却非常明显。毕竟站在他面前的是无上神域3大古老宗族之一的九尾宗，这次带人前来的就是九尾宗最难缠的一位8尾女长老毛玉长老。听说你们第一学院开始招预备生了？毛玉笑了笑，对着自己身后的一群姑娘招了招手，其中一个长着一双金瞳的高傲女人走了出来，她身后有2条尾巴，看得出来很年轻，也就比一念大不了几岁。这是我们九尾宗天赋最好的孩子，送来给你们当首席预备，怎么样？虽然是一句询问，可毛玉脸上没有半分商量的意思。这可是我们宗门最有潜力的孩子，现如今给你们学院送来，你们便偷着乐吧。阮琴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今天九尾宗来势汹汹呢。见阮琴不答话，毛玉长老脸上的神情顿时阴沉下来。阮琴院长，你们第一学院这些年死掉的学生可是越来越多了，说是没有我们九尾宗的帮助，你们明年的学生至少再多死上1倍，你应当不会想要看见这一幕的吧？阮琴听了这句半带威胁的话，目光落在这些人的尾巴上，一晃一晃的。可明明是同样的尾巴，他却觉得一念身上那尾巴实在是顺眼太多了。做个选择吧，阮琴院长。龙穴里，一念越往里面走越感觉热，而洞穴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漆黑，反倒是透出一片让人心底无比压抑的深沉红光来。一念走在中间，萧青走在最后。小崽子，我们这可不是照顾你啊，是怕你背后偷袭我们，知道吗？一念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他有些吵。那萧青还想说话。闭嘴，我们到了。一念探出脑袋，一只巨大的红龙趴在高高的山峦之上。一念还满脑子这坨好大只的时候，9个第一学院的老生们已经满心敬仰地弯下了腰。
学生见过龙祖宗。红龙听见声音，懒洋洋地撑开了自己的眼皮子，他有些不耐烦。红龙嗜睡，可这学院的小点心们每年都要进来喊醒他一次，这么快就又到1年了。龙祖宗嗜睡，并且脾气不好，每次清醒都要花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耐心等待，切记不能惹得龙祖宗不高兴了。大家懂事的点点头，弯下去的腰便一直没有抬起来。相比于他们，一念就和一根笔直的肥筷子一样，挺挺地扎在旁边。严格来说，自己只是预备生，都还算不上是正式学生，所以一念直接就不弯腰了。一念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盯着红龙脑袋上那唯一一根迎风飘扬的龙毛，叹了一口气。这龙应当是年纪很大了，老人家都睡不醒，像袁睡睡。哎，袁睡睡年纪很大吗？一念心底的想法忽然就歪了歪。而就在一念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事情时，红龙那懒洋洋的眼皮儿终于撑开了一条细小的细缝。一念身上那束光正好扎在老龙掀开眼皮的眼睛里，老龙的睡意瞬间被逼退了，他被迫亮醒了，睁着硕大的眼睛，双眼血红的盯着一念，一念也盯着他，大眼瞪小眼。老龙见这个小娃娃竟然完全不害怕他，起床气顿时又涨了3倍，他极度暴躁的缓缓地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学长，快跑！话音落下，一念就看见一股巨大火焰直冲他们而来。一念下意识的想后退，可方丈却一把挣开他手，一边尖叫着，一边朝他大片的火焰中冲了过去。龙祖宗给我们吐龙息了，太多了，这次的龙息真的太多了，是龙祖宗对我们的爱呀！原来这个玩意儿叫龙息呀！呜呼呜呼，好烫好烫啊，好爽好爽，我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呜呼！身后的学姐们立刻跟上，连萧青都一脸兴奋地冲了上去。老龙的愤怒加倍，自然龙息也在加倍。一念缓缓舒展了自己紧皱的眉眼，好，把握了，明白了。他也飞身上前，老龙眯起眼睛，冲他缓缓张大嘴巴。一念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来吧，让龙息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突然，老龙打了个嗝，他冲一念吐出了一口气，然后猛地闭紧了嘴巴。老龙数了数，自己已经喷了9道龙息了，已经到了1年的量了。一念傻眼了，这龙为什么要搞区别对待啊？他看了一眼还沉浸在龙息当中一脸痛苦但又无比享受的方丈9人。一念觉得这条龙是故意的，可为什么呢？一念摘下了自己腰间的牌子，双手捧着令牌给他看。老龙才不搭理他呢，眼睛一闭，准备再次入睡。离他最近的萧谦见状，非常不给面子的直接喷笑出声。哎呀，你省省吧！你知道为什么只有9个人能进来吗？因为龙祖宗1年最多就喷9次龙息，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本就不该来这里凑热闹。哎，赶紧走走走走走！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本就不该来这里凑热闹。哎，赶紧走走走走走！旁边的方丈也露出几分同情来。龙祖宗脾气便是如此，你不要顶撞，快回去吧，等学长们出来给你带好吃的。旁边的学长们和学姐们也跟着劝，但除了方丈，其他人想的都是我们拼得头破血流的才抢到这个位置，虽然你是首席预备，可谁都想当首席预备啊。大家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争之力的。一念左耳听他们劝说，右耳全哗啦啦都倒了出去，他脸色沉沉的盯着这头不为所动的老龙，这一趟总不能白来吧。既然如此，那么得罪了老祖宗。一念整个人化成一道流光，直冲老龙而去，吓了那9个老生一跳。一念快回来，你根本破不开龙祖宗的一点皮囊。可一念却没有要去打老龙一掌激怒他的意思，他咻的一下从老龙的头皮上划过，老龙用鼻子再次喷气，哼，这一颗试图引起他注意的奶跳蚤。可下一刻，一念悬浮于他面前，右手紧紧攥着一根细长飘逸的龙发。老龙缓缓闭上的眼睛顿时撑得有平时2个大。嘿，没错，龙祖宗，你头上仅剩的那根独苗我给拔了。老龙愣愣地摸着自己的脑袋，一片光秃秃的，没了，全都没了。一瞬间，老龙的血盆大口张开，饱含着愤怒的龙息直接把他整个人罩住，1口2口3口。阴念，龙祖宗，他还年幼。老龙十分不耐烦的又给方丈补了一口龙息，方丈冷不丁被喂了一口，心里又是担心又是惊喜，身体却自觉地开始吸收灵力。其他弟子见状，就仿佛掌握了让老龙喷龙息的方法一样，臭不要脸的开口：龙祖宗，他还是个孩子。喷！老祖宗，念念绝对不是有心的。喷！龙祖宗，我是念念最亲的师姐，你要喷就喷我吧，你喷我，念念虽然身上不难受，可心里难受啊。
这就是彻底不要脸了！喷！当然了，被喷的最多的还是一念，老龙时不时就抽空喷他一口。只有真的被龙息包裹住了，一念才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很痛。这些龙息火焰把他一层皮肤直接烧开，无数精纯的灵力不断的往他身体里面钻着。可一念不是不能忍，和之前的诅咒相比，老祖宗这个实在是太温和了，不愧是学院的守护兽，还挺温柔的。一念露出了一个笑容，靠得最近的萧青看着在火焰团里烧脱了一层皮还咧着嘴的诡异场景，身子骤然一抖，这人怎么这么邪门啊？难不成阮清云选中他作为继任者，就是看中了他的邪门？一念已经闭上了眼睛，完全沉入了这段修炼当中。他身上的新皮烧掉又长好，长好又烧掉，如此反复，越发变得白皙了。而一念身上的气势也在逐渐变强。老龙也不睡了，他悲伤的睡不着。见一念似乎要将龙息全部给吸收完了，他又赶忙又给补上一口，疼死这个小东西。一念愣是在火堆里面一动都不动，就连方壮他们到后期都受不了了，死死咬牙在撑着。可一念却越来越坚韧，一念心中甚是狂喜，太好了！之前我升级如此之快，虽然是因为我有凤元和机遇，不至于留下什么后遗症，可根基不稳，却也是有一定弊端的。龙息竟然把我这些小弊端全都给凝实了。一念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老龙的眼神越发的敬佩和感激。老龙深觉受辱，怒极开口，又是一顿狂喷。谷中的时间一日日流逝着，瞬间就已过去数月了。对外界来说，也就过去一盏茶的时间。会客厅里，九尾宗的毛玉手指一下又一下的在桌子上敲着。考虑好了没有啊，院长？我们可不是什么没事情做的人，非要陪你在这里混着。赶紧的，给我们一个定论，今日便可宣布我宗青青成为你们的预备首席了。正好，让学生们都过来见一见他。青青就是这个两位女人的名字了。青青脸上浮现出几分笑容，只是这笑容还有几分僵硬。她其实并看不上这种学院，这么多人一起教学，能学到什么呀？她为什么要和这些普通人一起学呢？但她脸上并没有带出不满。阮琴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那可能要让长老失望了。首席预备，我们早就有了人选。好，那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了不起的人，能担得起这首席预备的位置。院长，去把他叫过来，也好让我们开开眼呢。阮晴听了这话皱眉，当他们学院的学生是什么人呢？你想见就能见吗？九尾宗在无上神域的地位超然，他承认，可第一学院难不成是你捏的不成？我阮琴的话才起了个头，就听见一声地动山摇的声音，竟然是焚龙谷那边的动静。咦，以往都要进去几个时辰才能听见动静，怎么今天才一盏茶的时间就有动静了？阮琴顿时顾不得九尾宗这群人了，立刻飞身而出，来到半空当中。焚龙谷最上面不断有滚滚浓烟冲天而起。今年龙祖宗竟然喷出了这么多的龙息吗？往年也没有这么多的，难不成是出了什么变故？说完，他和阮琴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里同时咯噔了一下，因为底下的学生们也在大声讨论着今年龙息怎么特别多的事情。我觉得是因为阴念。可不是嘛，今年多了一个阴念，咱们焚龙谷就这样了。他在里面到底干什么了？我觉得是因为阴念。他在里面到底干什么了？清风听了，这脑袋瓜就嗡的一下开始震鸣。阴念进去了。他转头看了一眼院长阮琴，阮琴神情沉重地盯着焚龙谷。也不知道方壮学长他们怎么样了，不会被阴念影响到了吧？大家脸上露出几分担忧的神情。谷内，方壮几人涨红了脸，当然是被影响到了，只不过是好的影响。他们获得的龙息是以前进来的那些人的数倍，可此刻他们脸上都没什么高兴的神情，反倒是一脸紧张的捏着拳头。阴念，你快把东西还给龙祖宗，你找死啊！听话，别捏着那根头发了。祖宗，阴念，我们喊你祖宗，快把东西放下来，求求你啦！已经成功晋级一星小神境的阴念，狼狈的在天空之上遛龙。哎呦，阴念祖宗，这头发您留着也没用啊，别再拿着头发跑了成吗？而此刻，阴念拿着这根头发，正在天空当中一圈又一圈的狂奔着，甚至还有空回头。龙祖宗，您省点力气吧，这会先别喷了，反正现在我吃不下了。又是一波羞辱，老龙顿时喷得更加疯狂了。底下方壮他们完全弄不明白阴念想做什么。阴念跑掉了半条老命，天空上悬浮着9块令牌，他终于忍不住了，朝着方壮吼了一声：“学长，这焚龙谷还不能开吗？”焚龙谷需要令牌才能开，可开着禁制需要时间，阴念就是在拖时间而已。
为什么呀？你只要把头发给龙祖宗就行了，就可以安安生生的等着开禁制了呀。他想不通，不代表别人想不通啊。脑子一向灵光的几个学姐倒是眼睛一瞪，死死盯着一念，颤抖着唇说道：你该不会是想……下一刻，天空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缝隙，一念大喝了一声：金库开了！一念冲出去那一刻，他的身躯也在这一片刺眼的光芒当中终于变得修长，诅咒带来的影响彻底退去，外面的人全都看傻眼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身后跟着的红龙，几乎是立刻，在场所有的第一学院的学生全部朝一念的方向双手交叠于前，恭声道：第一学院全体学生恭迎龙祖宗出国！一道声音不响，可若是千千万万道声音一起呢，那便是振聋发聩。九尾宗的人跟着出来时，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幕，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弯腰叩拜，而他们叩拜的方向有一个红裙女人，浑身一光，披星戴月，她也是不及他半分耀眼。这是……青青怔愣了一下，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涌现出一股极度的不喜来，就好像看到了天敌一样，浑身的毛孔炸开。而一念那条黑色尾巴也瞬间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安抚性的拍了拍一念的脊背，然后呲溜一下缩进了一念身体里。远处的阮琴看着这个尾巴自己缩进去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一念对此一无所知，因为龙祖宗还在追他呢。一念此刻顾不上别的，朝底下众人怒吼一声：全都给我抬头！还弯着腰的大家伙儿下意识的抬头坐，众人下意识的就盘腿坐了下来。等反应过来，却脸色一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听话？还是个预备生呢。可下一刻，一念却做出了让他们心惊胆战的举动。他转过身，朝龙祖宗笑了一声：祖宗，您看，您的独苗苗归我了。龙祖宗再也忍不住了，无数的龙息喷涌出来，追着一念而去了。而一念呢，直接扎进了学生堆里，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到了龙息的灌溉。空中传来一念的笑声：第一学院为我破格一次，我知道你们不服，可你们觉得这一次破格值吗？他们怔怔地看着一念，一念的声音再次响起：愣着干什么？变强！3个字让所有人心中都燃起了一把火。值得吗？当然值得。说之前他们有不满吗？肯定有。凭什么一个刚来的一念却比他们拿到更多的资源呢？可这一刻，沐浴在龙息下的所有人瞬间不恨不妒了，因为得到了好处。原来你我都不过是凡夫俗子。这九尾宗的人看着眼前这一幕，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女人是怎么回事？还有这龙，没想到第一学院的这头老龙竟然还没有死。就在这时，阮琴笑着开口了：毛玉长老，你不是要看我们学院的首席预备吗？那便是我们的首席预备。毛玉喉咙一梗，像是被一团巨大棉花瞬间堵住了喉咙一样。长老一来便和我开口要那预备首席的位置，但你可知我们的首席预备得是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他要奇才无双，天之骄子；第二，他要力压群生，将帅之才；第三，他要一言九鼎，统定大事；第四，他要得道多助，众望所归。这4样，敢问你家青青能占几样？这话便是直接打脸了。旁边的清风摸了摸自己下巴，低笑一声不出声了。本来他们院长倒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但谁让这一念实在是太争气了呢？你怎么知道我们青青做不到？你怎么知道我们青青做不到？这人也不是一开始来就能做到这么多要求的吧？哼，院长这是在和我扯皮呢，你这是根本没把我们九尾宗放在眼里呀！毛玉抬头看着那个还在天空之上晃荡的一念，突然计上心头。这样吧，让我们青青与这个不知道从哪个穷乡僻壤小世界来的野丫头比一场。我们青青可不随意与人比试，已经给足了你们选出来的这人面子了吧？阮琴的眼底闪过一抹不耐，正想发怒，清风赶紧开口：长老也说了，我们的预备首席是小世界来的，还未正式踏入无上神域的修炼之途。你要让青青和他打，这不是以大欺小吗？我们念念今年可才10几岁。青青脸色一沉，好小的年纪，看一念的眼神更加不爽了。不如这样，既然今天龙祖宗出来了，在场我们谁的辈分都压不过龙祖宗，便让龙祖宗来选吧。只要龙祖宗愿意图给青青姑娘1道龙息，这首席预备的位置便让一念让出来。青青姑娘觉得如何？青青年轻，又是被宗门上下捧着长大的，
最受不得激。这有何难？你们的这条龙祖宗还会不喜欢我不成？毛玉听他这样说，倒也是不好再说别的了。行吧，青青，过去。毛玉对青青也是很有自信的。这老龙是实力强横，不过嘛，你不主动招惹，平常还是很好说话的。去吧，一道龙息而已。话虽这么说，可毛玉眼中还是露出几分贪欲。龙息啊，那可是第一学院才有的好东西。青青点头，开始往红龙那边靠了过去。红龙正喷了太多龙息，和一念暂时算是休战了，一人一龙在空中大喘气着。青青靠近了之后，才勉强看清光团里的一念什么模样。他的视线落在一念那张假脸之上，心底顿时松了一口气。哼，一个长相平平无奇的女人罢了。轻轻深吸了一口气，朝着老龙算是恭敬的刚要鞠躬。龙前辈，我话都没说完，已经被老龙一尾巴狠狠拍在身上，扫了出去，砸在那些九尾宗的人身上，全雷打。毛玉被砸得七荤八素，话都说不利索了。你竟然敢！抱歉了，毛玉长老，我们龙祖宗脾气不好，也只对一念啊青睐有加。看，他都愿意为一念出骨，可能年纪大了，就喜欢年纪小的可爱孩子吧。龙祖宗朝着一念挥挥爪子，杀杀杀！龙息落不到一念身上，全部都落在了那些学生的身上。一念再也跑不动了，他整个人往后一仰，见所有人都有龙息了，才露出一个笑来。谢了，今日辛苦您了，下次来我给您带我们魔族特制的速速生发膏，我还忙着回去给我报仇呢。回见了，今日辛苦您了，下次来我给您带我们魔族特制的速速生发膏，我还忙着回去给我报仇呢。回见了。说完，一念整个人直接散成了光点，从始至终他就没有往九尾宗那边看上一眼。好，今日在第一学院遭受的欺辱，我们一定如实回去禀告给宗主。哼！他眼神狠厉地瞪了一眼不为所动的阮琴。青青，我们走。哎，咱们学院接下来可能有一点小麻烦了。阮琴不语，显然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了。不过，阴念的令牌是谁给他的？你可别去追究，肯定是青云那丫头。那丫头胆子怎么这么大？阮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不语，直接往外走去。学院的修炼室里，庞乐笑眯眯地看着阮青云。丹药我已经给一念了，首席您放心。我自然是放心的，不过那令牌到底是谁给一念的？他怎么进的焚龙国？啊，这边不知道了。首席，我先走了，我还没吃饭呢。阮青云若有所思，点了点头。庞乐出了修炼室之后，便直接抬脚往后面跑着，终于来到了一处僻静之地。他神情认真了一些。阮琴院长，令牌已经送到了一念手上。他看着天空上暴躁的直转圈的龙祖宗，还有纷纷盘腿坐着吸收龙息的学生们。九尾宗的野心一年比一年大，可我学院却一年比一年死去的人多。好不容易选定的预备首席，却是那样的身份。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一念的精神力回味之时，睁开眼睛，却发现三个小家伙都缩成一团，身上有浅浅微光将他们彻底包裹住。你们这是怎么了？百变扭曲着脸抬头。这话该是我们问你啊，主任，你又干了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又要晋级了？百变真的就是一觉睡醒，被狗撵着一般，开始吨吨吨的修炼了。一念他竟然一夜之间就成了小神境了啊！我给忘记了，这好事儿啊！外面的天色还是黑沉沉的，一念抬脚往外面走着，可一走，却发现手上触感怪怪的。糟了，为什么老龙的毒苗被我给带出来了？那个地方的东西是能带出来的吗？一念只知道自己这边的东西是带不过去的，可那边的东西竟然被他给带出来了，想来也是能带的，不然学院那边不会给我收上单。既然那边的东西可以带过来的话，一念脑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极好的想法。不过先溜出去法器库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这种的法器。而此刻，庭院大门被缓缓推开，一颗脑袋鬼鬼祟祟的从门后探了进来。闺女，阿爹的好闺女啊，快来给阿爹开个锁。那大门还被魔气锁着，只能开出一道缝来。叶安，就是那个将红伞和护甲衣赠给他的叶安，除了他之外，唯一一个魔灵双修的叶安。要不是叶安忽然出现，一念差点就要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了。我惹你阿娘生气了，她不许我踏入魔族的地盘。
乖闺女，快让我进去。这话以前你就和我说过了。还有，我可不是你闺女儿。他走过去把门给打开了，这整个皇宫都在医女的神识笼罩之下。要是医女真不让他进来的话，他哪里可以进到庭院里面来呢？你去找医女吧，我要去那边法器库办点正事。去法器库能办什么正事啊？怕是去办坏事吧？哈哈，你的法器和护甲衣都破了？你怎么知道？上次大战的时候啊，我看你一直没用这2个，我就知道了。论起法器，叶安才是其中行家。哎，你手上缠着的是什么东西啊？叶安顺手捏了一下，脸色却骤然一变。你哪里来的神品材料？这就是一根头发呀。调皮，这怎么可能是头发？你爱信不信？哎，算了，这从哪里拿来的也不重要了，不必去什么法器库了。你是魔灵双修，你能用的法器寻遍整个5州，也就只有我能帮你造出来。这材料给我，我给你弄新的法器出来。意念嘴角抽了抽。给你做成长鞭怎么样啊？应该还能多出来一些，再给你做点别的。叶安对于炼器一道那真是狂热程度都能比得上他对医女的灼灼爱意了。此刻爱不释手地摸着这根龙发，甚至还放在鼻子底下陶醉地闻了一下。啊，神品材料，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神品材料，这芳香。气味好像有点奇怪呀。他闻的好像是发根的位置。算了，意念决定他还是别说这什么东西了。老祖宗，断裂的头发那就是泼出去的水，等我下次带着生发灵液去给您道歉。叶安可顾不上他的碎碎念。你明日就要跟着他一起去征战了吧？那我先不去见你娘亲，我在天亮之前帮你把法器赶制出来。谢谢。就在这时，叶念旁边的房间忽然发出了砰的一声轻响，是袁心碎的房间。袁睡睡，你还没睡吗？过了好一会儿都没听见袁心碎的声音，叶念皱眉，可下一刻房间门缝里面却蔓延开了一层细密粘稠的血浆。叶念瞬间面色大变，一掌推开了门。袁睡睡，袁睡睡！扑面而来的血腥味，可袁心碎却好好的站着，保持着一个半脱衣的姿势，露出的大片白皙胸膛。念念，怎么了？他看着叶念，露出一个笑容。你恢复了？叶念将视线从他敞开的衣领当中努力地拔出来。他看着满地的血，脚下的血浆粘在鞋底，刺鼻的气味让他浑身上下都难受。这怎么回事啊？你受伤了？怎么可能？是处理了一个赤鬼谷的叛徒。袁心碎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念念，你不信我？如果你不信的话，要不要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身上的血？他的衣裳已经半开，露出小腹处几分分明流畅的紧绷曲线。金念的视线直勾勾顺那曲线滑了下去。倒也不是不信。说完他就闭嘴了，差点咬到舌头。袁心碎看他这样却笑了笑，抬手拿起旁边的一碟灵果。是吗？偏偏这灵果还摆在他腰腹之间。一念看着这水灵灵的灵果，下意识开口说着：“吃一个吧，这腰看起来挺水润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果子，算了。一念只觉得，虽然他脸皮再厚，这回也待不下去了。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走到一半又顿住，一脸严肃地盯着袁心碎：“你最近可不要再看那些不三不四的书了，就算看了也不能学，知道吗？”袁心碎又笑了一声，这一声沉得很。一念又仔细看了他一眼，觉得没有问题了，这才离开。等一念离开之后，袁心碎脸上的笑容才淡了下来，唇色也瞬间变得苍白起来。他压抑着轻轻咳了一声，给门加了一道阵法之后，这才把背部转了过来，露出血肉模糊的后背，那9颗圆珠嵌得更深了，血腥味刺鼻，顺着衣袍滴滴答答落在地面上。一念走到庭院之外，吞吞从紫藤镯中爬了出来。放心吧，主人，袁心碎那么强，能出什么事呢？这话你就错了，天底下从来都没有之强者就不会出事这个道理。再强的人，一个人也是不成的。你看我这一路走来，小的时候若是没有几个奴隶悄悄给我送饭，我能活得下来吗？还有魔族的人，你们，同样那些孩子们，如果不是你们，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一念从来都知道感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不是生下来就是强大的人，正是因为有人关心他，帮扶他，他才能一日比一日强大。哪怕我以后变成大神境，乃至大神境再往上，我也不敢说我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了，明白吗？哪怕我以后变成大神境，乃至大神境再往上，我也不敢说我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了，明白吗？
可是袁心碎确实很强嘛，比咱们都强呢。我还是觉得主人你多心了。我只是担心他什么也不说，因为他从来什么也不和别人说。意念这口气还未叹完，就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什么声音？咱们过去看看吧。意念点头，看了一眼天空上的防护大阵，这大阵已经修好了。如果是福珍奶那边有人过来，不可能悄无声息过来的，应当不是他们。可这大半夜的，这声音绝对不简单。这么想着，来到外面的练兵场，隔着一道门缝，他竟然看见外面火光重重，脚步声声，魔族的人、夜读星的人，还有天一州大大小小各方势力的人竟然都在。这么多人，愣是将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都压得很轻，很快就在阴女面前排列成整齐的队列。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石大，你去叫袁心碎出来，也不知道在磨蹭什么，快着点，不然等会儿阴念就醒了。这小崽种一向是不安分的，就算我让他别来，他也会跟着来。索性咱们赶紧走，趁早走，连夜走。阴女看着沉沉夜色，哼，小崽种和我斗。话说我披风呢？你们把我披风弄哪儿去了？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件鲜红的披风递了过来。算你还有眼力。哼！阴女下意识地撑开翅膀就要跑，阴念一把扑了过去。去哪儿？阿娘，你要去哪儿？你为什么打架不带我呀？阴女一手推着阴念的头往外扒拉着，两人这样子，魔族人是见惯了的，其他人还是头一次见，不由得瞠目结舌。师大几个人毛都炸开了，天玄更是恨不得把阴念护到身后。小心，小主人小心！魔族的，你要是敢登伤我们小主人，我们夜读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阴女翻了个白眼儿，不和这些兽人计较。滚远些，小崽种！我不是说了吗？不到小神境不能去，你实力太差了。阴念张了张嘴，正要说话，他房间里面3道小神兽的气势顿时冲天而起，庞大的精神力覆盖住整个皇城，是窝窝的精神力。小神兽，小主人，您的御兽实力已经到了堪比小神境的程度了。大家恍然，这才想起来，是啊，阴念还是一个御兽师呢。实在是他本身实力太强，没有御兽师那股子孱弱劲儿，这才总是让人忘记他的另外一层身份。大喇3人到了阴念身边，看着阴女说道：“魔王大人，让我们主人去吧，他如今有这个实力了。”阴女抿唇，身后大门被推开，袁心碎一如既往的用词简单：“念念想去就让他去，有我；念念想去就让他去，有我。”行啊，小崽种，如今给你撑腰的人多了，翅膀硬了。不过嘛，你不能跟着袁心碎，不是已经有了小神境实力了吗？便由你带天字队，能做到吗？阴女脸上露出一抹让人捉摸不定的笑容。袁心碎皱起眉头，夜读星的人也纷纷不满。我们小主人只要在我们保护下，他……我才是今日领队的人，我魔族才是如今5州数量唯一能和剩下4州抗衡的存在。我的安排便是最终的决定。阴女直接打断了他们的话，目光灼灼地盯着阴念。小崽种，你接受吗？魔族的大魔们一脸的欲言又止，但是看见自家魔王大人的脸色，又只能怯怯地缩回脑袋。袁心碎看向阴念，只要阴念不愿意带那天字队，他就让阴念到自己身边来。别人怕阴女，他从一开始便没有在意过。阴念冲阴女露出一个笑来，哼，老妖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可以，送上来的魔刀石。走，准备上路。阴女不再多说，双翼一震，气势直冲天空。同在魔界地位超然的老毒物到了阴女身边，这就开始培养这孩子了。你呀，就是嘴硬心软。谁培养他了？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蠢样子。行呗，你没有故意让他去锻炼待人之才，没有要扶持他成为你继任者的意思，也没有让天字队成为他的磨刀石的意思呗。老毒是一边挤兑，一边看了一眼身后师大和天玄他们。本来呀，我也挺担心的，现在愿意照着咱们念念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咱们很清楚，靠别人终有一天会靠不住，最终强大的还是自己。什么亲生父亲，连影子都没有的。现在夜读星的人愿意捧着他，那可不是阴念自己的实力征服了他，而是给那个所谓的生父面子罢了。还有袁心碎，一个男人爱女人时自然是山盟海誓，可若是有朝一日不爱了呢？那不是说走就走。我担心他被捧得迷失了自己的心，认不清自己的实力，飘飘然的，不像咱们一手带出来的那个坚定的孩子了。可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那孩子一直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你呀，
你为这孩子实在考虑的长远，不用我多担心什么。一女抿了抿唇，没有说话。老毒师夸赞完后，才叹了一口气，忍不住又说：“哎，但你不能给念念找个好带点的队伍吗？天字队那边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弄个好带的队慢慢来多好呀。”他就知道，他要是不狠一些，一念早晚会被这些糟老头子和傻男人们给宠坏了。一念来到了天字队前方，这一队只有100人，比其他队的人数要少上一半。但一念一走到他们面前，便察觉出这些人的不同了。这魔族的小公主便躲到魔族中间去，即便有3只小神兽，也都是小神兽初期，带咱们说笑呢。袁心碎不是喜欢他们，跟着半步大神境多好，来咱们这儿还是领队。实在不行，夜读星那边不也行？听了这么几句话，一念就明白了，这一队实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有问题，并不怎么服从领头的人说的话。不服管教。一念面色平静，不是不服管教，只是不服我罢了。正常，是我也不服。管他什么身份什么地位，看起来比自己弱的人还要当领队，那不是在打大家的脸吗？有本事的人呢，都会有几分脾气的，但他们的脾气没有我的大。这一路啊，长着呢。等等，念念，神器，我做出了神器，带着你的神器再出发。是叶安来了，他手上是一条长长的金色长鞭，被他往上一抛，那金光竟然随着破开黑夜的朝阳晨光一起冉冉升起，直指四周。这是什么？旁边阴女的眼神狠狠的一缩，这法器的波动比他从前见过的任何法器波动都要强，甚至因为这个法器给他带来的惊愕，都让阴女忘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是那个被他轰出去的叶安。神器，给念念的。这话落下的那一刻，阴女的眼神肉眼可见的变得柔和起来，这一份变化非常小，但叶安却精准的捕捉到了。长鞭缓缓缩小，变成了一个金色手镯，套在了他手腕之上，把自己圈成一个手镯的模样。一念嘀嘀咕咕的，为什么是金龙啊？难不成龙祖宗身上的红皮是假的？还有点多出来的，我便给你做了别的。还有一套神器。一念打开盒子，里面有数千条细如蛛丝的金色细丝缓缓地往上窜着。一念的手落在那些细丝上，灵力和魔元素同时灌入，这些细丝宛如有了生命一般，快速舞动起来，就和挥动自己的手臂一样自然顺畅。哎，这个好啊！咱们巨人族的2样看家本领，你只学了1样，神行步你学了也用得极好，但是还有1样，我之前也没告诉过你。老乞丐抬手一招，一念就看见无数细丝从他袖口中飙射出来，飞快地将旁边的巨石给颤爆了。这是我们巨人族的第2招绝学灵术缠牵丝，用最少的灵力、最小的动静造成致命的伤。这一路上我慢慢教你，等到了地方正好用这个来练练手。周围人都露出了几分震惊的神情，谁能想到呢？这可是最粗犷的巨人族，一个个变成巨人形态之后，那简直比小山还要壮。没想到他们的绝学竟然是控丝。一念跟着大部队坐着飞船出发。等等，这方向是……这不是去天武州的路吗？是去武州的路。不是要去找阿喜吗？老妖婆想做什么？啊，不会吧？他想到了一个可能。就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他果然是打算先杀一波旧仇人？可不是，根据魔元素说的那地方正好途经四周，咱们便一个个来吧。当年将魔族封印住的那些势力，正好一路杀过去。身后的魔族们听见这话，一个个都沸腾了起来。被圈禁了这么久的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见点血了。哼，第一个打谁？就那几个。一念转过身，这不是风寻的夫人吗？一念偏头一看，果然风寻还没死透，正被猪猪一蹄子踩在胸口上。感受到一念的目光，旁边的几个大魔笑了笑。哎呀，不是你说的吗？这小子还不能死，封家少主这么简单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们了？哎呀，让我们一并带过来，好好服侍着。这倒是，就是他被打得没了人形，我一下想不起来这人是谁了。他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袁心碎，从刚才出发之后，袁心碎便一直坐在他身侧，闭着眼睛，似乎是在修炼，一言不发。虽然袁心碎平时也是一言不发的，可今日一念总感觉他怪怪的。念丫头，看什么呢？快过来学控丝，这一招可远攻可近攻，学了在大战中最好发挥。一念来了些精神。金丝可刚可柔，刺、缠、绞有无数的攻击方式。老乞丐的教学声音被风吹散，
一念才学了个大概，赤阳就已经代替了出生的晨光。行了，这个其实没什么窍门，多学多练。你的神行步和金丝都需要以你体内挥起来运养。还是那句话，咱们巨人族的灵术只能身传。一念早在一开始学巨人族的神行步的时候，就吸收了巨人族的力量本源，较日用灵力运养。如今在他体内已经成了一大团，这团灰气比较佛，平常脾气也很好，在体内的灵力和魔元素打得山崩地裂的时候，他也能悠哉悠哉地摊成一个饼，不争不抢，气淡如菊。一念用的也颇为顺手。快到了，天武州封家，念念，你记好，这可是你阴女阿娘的头号大敌呀。一念点头，看着底下逐渐出现的天武州轮廓，看向身后的天字队众人。天字队，等会儿听我命令行事。天字队众人抬头看了他一眼，互相对视几下。这就不必了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封家罢了，我们自己看着办呗。天字队，等会儿听我命令行事。这就不必了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封家罢了，我们自己看着办呗。此话一出，袁心碎睁开了眼睛，大魔们皱眉，师大更是暴脾气的开始撸袖子了。只有阴女一双眼睛平静的落在一念身上，仿佛在说：你看吧，至强者围着你打转的你，并不能真正让所有人都服气，因为在他们看来，你是攀附大树的菟丝花。天字队的人显然不想给阴女和袁心碎面子。一念今年才多大呀，懂怎么控场吗？啊，是吗？那就这样吧，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自己做的决定，大便对自己负责到底吧。众人一懵，随后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情。我就知道小公主能懂什么呢，这样最好，免得咱们和阴女还有那个袁心碎撕破脸。大家笑嘻嘻的，就差把不服管3个字贴在脸上了。天州的人有些着急了，老宗主和老乞丐都皱起了眉。果然让阴念带队还是太勉强了嘛。只有那些大魔们都闭紧了嘴巴，他们自己养的孩子自己最了解了。阴念最平静的时候，就是憋了一肚子坏水的时候，这时候的阴念呢，最不能去招惹。阴念深吸了3口气，脸上还浮现出笑容。到了呢。天空上的巨大魔兽发出了怒吼，魔元素瞬间暴动，底下那些天武州的住民们都从自己的屋子里面摸了出来。天怎么黑了呀？是要下雨了吗？他们呆呆地往天空上看去，却看见了无比凶残的一幕，天空上的阳光全都被大片大片的黑影压住。救命！魔族来了！神明大人们呢？神呐！神明大人救救我们呀！一念看见这些人，见到他们的第一时间也不是拿起法器，而是虔诚地朝着福神塔的方向跪拜下去。天武州的人竟然都被福神塔给养废了。神，世上无神，便是有神，也不会顾念蝼蚁安危，自己的命自己不保，等着谁来救？底下众人都被吓得浑身抽搐，下一刻，他们就看到阴女抬起手，一道巨大的魔光直直砸向了封家那巨大府邸。封家小儿，姑奶奶前来割你人头，还不速速出来！阴女畅快地笑着，封家的防御轰然破碎。妖女岂敢！你是封家几代家主？当年你封家初代家主，哄骗我那魔族小师妹，割了她的双翼在先，侮辱我小师妹在后，最后还让家中灵兽分食于她的时候，我便说过了吧？你封家人来一个，我杀一个；你封家人来一个，我杀一个。纵然初代死了，这债便落到你们这些子子孙孙的头上。当日我也说过了，有朝一日我终会出来，亲手结束你们这一族的所有气运。一念挑眉，小师妹。哎，小师妹她心地纯善，救了那封家伪君子一命，却被他坑骗。小师妹她是天生魔人，身上骨血都是宝。小师妹从小跟着你阿娘一起修炼，你阿娘多少次陷入生死之局，都是小师妹用自己的血肉将她生生救回来的，便是亲姐妹也不如他们。那封家人神情难看，还有人时不时地望向福神塔的方向。打算拖着等福神塔的人来？哼，纵然他们来了又如何？当我如今怕了他们不成？且慢，你小师妹的东西你不想要了吗？抬手一招，一对黑色羽翼便来到了他手上。
你们魔族的双翼对你们来说意义很大吧？风家家主脸上浮现出一抹疯狂。离开我们风家，不然我就让你小师妹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在你们面前化成飞灰。老毒士的眼瞳狠狠的一缩。魔翼不能毁。魔翼便是类似人族的神魂，若是魔翼没了，那才真的是魂飞魄散，不入轮回。退后！若是不想这双翼被毁，就给我退后！就在这时，一念动了，他走到旁边，提起了一个人，朝那风家家主说着：“看见了吗？你儿子。”风家家主面色一懵，一念给了风寻一巴掌，痛得风寻浅浅抽泣。瞧见了吗？活着的儿子，你想看着你儿子在我的手上变成飞灰吗？哼，这会儿还是活着的，可你要是让我不高兴了，你儿子就得死了。你不要这双翼了！别拿双翼威胁我，我是个人族，你知道吗？你觉得是这对死掉的翅膀在我看来重要，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较重要？金念笑着，恨不得当场和魔族人划清界限一样。风家那群人不自觉的就看向魔族那边的反应，魔族人一动不动，他们低着头，努力压着自己内心的怒火，好不让风家那边的人看出来。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金念眼中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算了，既然你想断子绝孙，那我就……好，你别动我儿子，我和你换，如何？你别动我儿子，我和你换。金念皱着眉头，似乎是在犹豫划不划算。风家家主心中越发不安。你也不想和魔族翻脸吧？金念的视线在他身上凉飕飕的拐了2圈，这才轻轻一笑。行，就做了这次亏本的买卖。说着，那双翼便落到了一念的手上，而风寻自然而然的也被一念丢了过去。晴儿，风寻奄奄一息，但好歹是留了一口气儿。他只知道风寻跟着福神塔的人一起去了天一州，可没想到他再次看到风寻，竟然是儿子已经奄奄一息的模样。风寻双眼赤红。列阵，我们的人已经去福神塔报信了。战斗一触即发。就在这时，众人只听见一声猪叫。风家的都别动！天道命书的威力，想必你们很清楚。这可是你们风家的少夫人呢。现在，把你们身上所有的法器都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弄死你们家大少爷。猪死，人死，梅开二度，风家人都傻眼了。想要我们束手就擒？你想都不要想，我杀了你！可嘴上嘶吼，脚和手却是一动也不敢动。比威胁，谁都比不过一念不要脸。你，风家人恨不得当场吐血，指着一念的鼻子，一句辱骂的话却卡在喉咙，怎么也吐不出来。哼，一群蠢货！我们魔族行事从来就不讲章法，我说的话你也信呢？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你儿子，找死的东西也配在我魔族面前乱舞吗？风家人已经被气得双眼血红，这会儿一念又成了魔族了。看着他们这副模样，魔族人纷纷感觉很痛快。先耍后杀，确实比一上来就抹人脖子更让他们感觉痛快。一念当然知道这些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少爷将法器都放下，那不等于让他们自己抹脖子吗？他高兴完了，直接一甩手，这灵珠便直直从天空跌落。不愿意交出法器是一回事，但是亲眼看着和自己儿子命运相关的灵珠跌下，一个当爹的本能让风家家主下意识起身去护，也就是那一瞬的分神，一柄长枪直接穿透风家家主的胸口。金女一击得手，完全不费力的便解决了风家掌权之人。魔族士气大振，金念眼睛一眯，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杀！身后的大军早已蓄势待发，一声令下，便如同洪流一样直接冲进了风家阵营当中。一念悬浮在高空之中，金女和袁心碎都没有动，对付一个小小风家，如今已经不需要惊动他们2尊大神下场了。金女看了一眼一念，你不下场？别急嘛，这不是在看吗？让我看看天字队在哪儿。别急嘛，让我看看天字队在哪儿。终于在左下角最激烈的战圈里面看见了天字队的人，可真努力啊。一女看了他一眼，之前一念被那么挑衅都轻轻翻过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念决定憋着发大招呢。下一刻，一念双手合十，一个巨大的光圈出现于他脚下，圈是罩住了2队、3队、4队，每一个不属于一念带领的队伍都感觉眼前白光绽放。下一刻，他们面前的敌人动
动作竟然都缓了1倍。可偏偏这耀眼的白光愣是一星半点都没有分给天字队的人。天字队的人还在奋战呢，突然就感觉旁边那些人像疯了一样喊着一念的名字。念姑娘，多谢念姑娘。念姑娘，好人一生平安。念姑娘来我们队，求求念姑娘来我们队啊！好家伙，有一念帮忙的那些队伍里的人简直有如神助。这是他的灵术。天字队的人都已经傻眼了，近距离的感受才能知道圈势的可怕之处。他们抬起头，对上了一念从容冷漠的眼睛。天字队的诸位个个骁勇善战，我再信任不过了。诚如诸位所言，自己说的话要自己负责才好，是不是？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从一开始，一念就没打算弄什么苦口婆心的劝说一类的，没有必要。最好的方法便是让他们自己知道他当领队的价值在哪里。其他队的人总体实力都没有天字队的强，可此刻有了一念的帮忙，他们杀敌的速度比天字队更加快。太爽了！这也，这些人的动作简直就是漏洞百出啊！这灵术真的不会引起天道惩治吗？天字队的人听着旁边源源不断响起的惊呼声，只觉得脸上像是被人扇了连环巴掌一样，火辣辣的很难受。偏偏他们还不能分心，周围的人还是不放过他们呀。旁边那些人还在咋咋呼呼的。哇，阵法！念姑娘，你还会阵法？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巨人族的绝学缠千丝？哎，谢谢念姑娘了。时间一久，天字队那边的体力越来越差，和其他队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天字队的人都很好面子，咬紧了牙关都说不出一句帮帮我。倒是旁边的一些人小心翼翼地问一念：念姑娘，您就真的不管他们了？人家厉害着呢，可以不顾领头人的命令，不服领头人地界的队长。这么厉害的队员，自然要让他们露一手给你们看看，他们有多厉害才行啊！毕竟是咱们的天字队，最优秀的队伍呢。人家厉害着呢，自然要让他们露一手给你们看看，他们有多厉害才行啊！毕竟是咱们的天字队，最优秀的队伍呢。下一刻，就看见天字队带头奚落一念的那几个人一个分神，都被砍了好几刀，不致命，但鲜血直流，肯定不好受。他们唇色苍白，好不容易将面前之人斩于刀下的时候，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一念，一念也在看着他们，只是他看向他们的眼神却很冷漠，那是没有将他们归为自己人范畴的眼神。一念突然开口：受伤了，是该治疗一下了。巧苗，无数的绿色光点散落下去，那些光点竟然朝着每个队伍飞去，飞快的让那些受了伤的人感觉好多了。多谢。可天字队依然没有，竟然还是没有吗？这一刻，所有人看着一念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心中都有震动，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和恐惧。他们是再也不敢将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对待了。耶女对此并不干涉半分，既然将天字队交给一念了，不管是管得好还是管得不好，那都是一念自己的事情。倒是一旁的老毒师担忧地说着：这样下去，天字队会被针对啊。老毒师能想到的事情，风家人也可以想到。去打左下角那支队伍，找到突破口就往福神塔那边跑，快！剩下的风家人一口气全都杀向了天字队。被这些人一冲，原本就各自为战的天字队队员根本就支撑不住了，本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好几个人都受了重伤。大家死死咬着牙，不自觉地仰头看着一念，他们在等一念伸出手，他们的眼中有羞愧，还有浓浓的不想宣之于口的期待。他们要面子。念念，老毒师忍不住拉了拉一念的衣袖，一念的眼神都没动一下。一个领导者绝对不能无情无义，但也绝对不能太过良善，优柔寡断。这不仅是他和天字队的一场博弈，更是整个天一州和他的一场博弈。如果他输了，那他就只能是医女的女儿，夜毒星的小主人，在他的名字前面永远都有一重他人身份的禁锢。而若是他赢了，他就是一念，让人觉得可以依靠，不再弱小的一念。杀！风家众人马上就要打开一个突破口，天字队的人都快被冲散了，其他队伍的人受了一念的恩，此刻都按捺住了没有去帮这些人。最终，最早开始呛一念的那个人环顾四周，他看了看四周快要撑不下去的兄弟们，几乎要连同自己那颗自满骄傲的心一起咬碎一般，大声喊着：念姑娘，求你管我们！念姑娘，求你管我们！一念放在背后的那只手猛地松开，
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上终于现出几分灿烂的笑意。当真吗？你能代表你们队伍所有人吗？大概是有了这么一个起头的人，其他人心里那口莫名的劲儿一下就松了。念姑娘，请您管我们。念姑娘，帮帮我们！下一刻，洁白的光圈在他们脚底下蔓延开来，绿色光点不要钱一样涌入他们的身体，他们不自觉地发出了舒服的喟叹，而他们的敌人脸色骤变。我怎么突然身体变得这么重？妖术，是妖术！退开！这一圈白光不正常。白胡子老头儿，你是背着半个棺材，眼神不好，才会觉得我们的天字队是突破口了吧？那你可就错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天字队是我们天一州最强的、最好的队伍。现在我让你见识见识他们真正的威力，如何呀？一念还会夸他们呢，说是平常这些桀骜的队员们根本就不会在意，甚至觉得一念是在讨好他们。可这一刻，有刚才那近乎冷漠的无视之后，这番话就让这些人的面孔迅速红了起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们精神一振，不再各自为战，而是聚集成为更加锋锐的刀，刺向敌人。不，你们怎么敢？你们怎么敢！风家老祖宗的声音仿佛泣血一般，朝天空大喊着：吴家、凌天学院、福神塔，你们当真要看魔族一个个的解决我们，然后霸占这5州吗？还不快来助我一臂之力！风家周围的天武州住民已经跑光了，那些平常还靠着风家的小势力，更是恨不得把自己埋进土里。不关我们的事啊！魔族之前被封印的时候，我们这些家族都还未出现呢。老不死的还想拖我们下水，门都没有。有别的大势力的人在啊，为什么要叫我们？我们才不出去。而其他大家族、大学院一片死寂，魔族来势汹汹，且没有一个势力敢出来帮忙，他们疯了才会出来呢。至于更远的地方，虽然感应到了动静，可他们全都抱着手。哼，天武州那边都没人帮忙，我们其他几州为什么要去帮忙？可怜那风家老祖宗还在嚎叫着：覆巢之下无完卵，愚蠢呐！你们愚蠢！